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那今天是大年初一，首先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平安顺心。那现在是过年呢，那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这个话题我们前阵子做过，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需要更新，所以呢决定再修改重做一遍，用这个节目陪大家一起过年。那相信大家对预言都很感兴趣哦，尤其是那些很准确的预言家，比方说唐朝有写下推背图的李淳风，16世纪法国呢有鼎鼎大名的诺查丹马斯，那今天美国有预言川普预测的比格斯，还有英国人气最高的帕克，泰国女预言家普莱等等哦，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预言家。那的确这些预言家都很厉害，不过我发现了有一位当代的预言家更神奇了。他的预言不但几乎年年都应验，而且呢，推背图早在1400多年前就已经预告他会出现。那英国的帕克也说，曾经在梦境中见到他。那更重要的是，他的预言还给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他是谁呢？他又对今天的世界预言了什么呢？答案就在这个视频里。关系到你人生的秀。这就是你生命等待的。神韵，每年一套全新节目。没错，这位预言家就是神韵。你一定会说，神韵是艺术演出，怎么会是预言家呢？是这样，不过呢，我从2006年神韵创立以来一直看到现在我个人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呢，就是神韵每年的最后一个节目都好像预言一样，会预告一件即将发生的事。那神奇的是，这些事几乎都发生了，非常的不可思议。那有3个例子让我印象最深刻。第一个呢是2012年的神韵晚会，最后一个节目叫做《危难前神在解救》，里面描述了人类遇到了一场巨大的陨石浩劫，或者是小行星撞地球，但是呢，在关键时刻，神佛出现人间，为人类挡下了劫难，陨石被炸掉了，人类得救了。那这个节目在神韵作品的网站上有，您可以加入神韵作品去看这个节目。那当时我看了觉得哇，太震撼了，怎么这么厉害，把这么有想象力的情节搬上了舞台，而且呢是演得非常生动，非常逼真。只是没想到这事呢还真的发生了。在2013年2月15号，俄罗斯东部的车里亚宾斯克空中出现一颗巨大的小行星要撞击地球，从画面里可以看到这个陨石相当巨大，直径有20米，质量呢有7000吨，在空中画出一条长长的轨迹，而且呢突然像爆炸一样发出强烈光芒。仔细放大画面看，原来就在陨石撞击地表的前一刻，有个不明飞行物把陨石击炸了，变成了好几个碎片，大大降低了陨石对地表的冲击与伤害。最后呢，只有1200多人被建筑物的瓦砾砸伤，或者是被碎玻璃割伤。想想如果这么大的陨石直接撞到地球上，那会造成多大的伤亡呢？当时看到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是惊呆了，马上就想到神韵的节目，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神韵在陨石撞地球以前就已经知道会发生这件事呢？而且还真的有神秘力量化解了这场大灾难，拯救了人类。所以后来我每年都会仔细的看神韵说了什么，结果几乎每年都发生了节目里预言的事情，那我只能说不可思议。第二个例子是2016年的神韵，最后一个节目叫《未来有希望》，里面呢出现了一个超级龙卷风，席卷整个城市，要毁灭一切。就在最后一刻，神佛出现了，把龙卷风挡下，人类获救了。那当时看到龙卷风，我就想到美国，因为美国每年都有非常多的龙卷风灾害还夺走不少的人命。结果呢，2016年美国的致命龙卷风次数只有10次，遇难人数只有18人，都创下那几年的最低点。那再说一个去年的例子，2025年的神韵晚会，最后一个节目叫做《创世主以来》，里面呢描述人类发生了一场大海啸的劫难。那个海啸非常的巨大，就在关键时刻，创世主降临人间，把大劫难给化解了，拯救了人类。当时看了也是觉得好震撼不过我注意到这个节目呢，不是只有海啸，地面呢也裂开了。那当时我就在想，是什么灾难会有海啸又有地裂呢？是大地震吗？但是通常是先有地震才会引发海啸那这次怎么会是先有海啸再有地震呢？当时也没想明白。
到了去年上半年，全世界媒体忽然大力的关注日本作家龙树亮写的书《我所看见的未来》。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龙树亮早在1999年就预言了2025年7月5号，在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太平洋海底会发生巨大爆炸，引发大海啸。那接着呢，就会有一块新大陆从海底冒出来。那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神韵预言的就是这件事所以呢，才会先有大海啸，再有大地震。那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最后并没有发生这场灾难性的大海啸。但是在7月5号前后呢，日本南部的鹿儿岛县却震个不停，不断的发生小规模地震，3个星期之内就地震超过1700次，就连一块叫做小宝岛的岛屿都被震到移位了。但是幸运的是，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科学家都觉得是不可思议。那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这1-2000次的小地震是合起来一次性爆炸，那么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就可能像龙树亮预言的那种大海啸、大地震？可是最后呢，却变成了几千次的小地震化解了，就像分期付款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就像神韵节目里说的那样，是创世主把这场大灾难给化解了吗？所以说这几次神韵的预言让我印象是永生难忘。那我知道您现在很可能要问那2026年神韵又预言了什么呢？这个就请您亲自到剧院里去见证了。您可以上神韵官网了解神韵在各地演出的时间，网址是声韵.com。那如果您在神韵官网上购买美国和加拿大境内的演出门票，只要输入这个优惠码 NTDTH26 NTDTH26 就可以免去买票的手续费，还请您多加利用。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早在唐朝推背图里头李淳风就预言了神韵的出现。在第42象里呢，一个穿着东方服饰的美女，手里抱着琵琶，旁边有只兔子，另一边地上还有一把弓。那很多人都对这张图很有印象。那这美女是谁呢？你看衬写着美人自西来，宋写着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鲜。那这2段话是说明了这个东方女子是从西方来的。那看过神韵的朋友们都知道，神韵艺术团的演员绝大多数都是华裔，都是东方人，但是他们却是从美国来的，而且呢，神韵的总部就在美国纽约。那从这一点看美人是不是也有一层意思，是指美国来的人呢？而且神韵演员的服饰是非常的华丽，配色非常鲜艳，不是现代设计师能够设计出来的。那这是不是呼应了推背图说的皎皎衣裳色更鲜呢？另外，神韵里面确实有弹奏琵琶的音乐家在现场演出，那这是不是吻合了琵琶仙呢？所以说推背图42象预言的就是神韵的出现。那美人旁边的兔子呢，有2个意涵，一个是指涉月宫里的玉兔，也就是暗喻着这位美人是来历不凡，就像仙人仙女一样。那巧的是呢，很多东西方观众看神韵的时候也都说就像看到仙女跳舞一样的绝美动人。那兔子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意涵呢，那我们这里先不讲，时机到了再说。那美人旁边的弓呢，放在地上也是有2层寓意。一个呢是指这位美人不是靠武力来征服人心、征服世界，那这一点呢跟神韵是完全吻合的，因为神韵是靠着顶尖的艺术成就和博大的传统文化来赢得全球的赞赏。那弓的另一个含义呢，这里也先不讲，将来再说。那或许有人会说，这个美人是指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那也有人说是指中华民国副总统萧美琴，因为他们都跟美国有渊源了。但其实兔子和弓都是很准确的暗示了这个美人是指神韵艺术团。那将来时机到了，我们再跟大家说细节。不过题外话，如果这美人旁边蹲的是一只猫，那就是指萧美琴没错了，因为萧美琴非常爱猫，她也自称是外交场上的战猫，甚至呢让中共战狼都觉得很焦虑。那萧美琴是非常杰出的政治人物，对捍卫台湾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好，所以呢，推背图42象说美人自西来，朝中日渐安，是指当神韵哪天进入中国演出的时候，那中国整个政局和社会就会转危为安。而宋里面说此时魂姬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是指神韵艺术家都来自民间，可是呢却让中共当朝的君臣是意见纷乱。那为什么纷乱呢？
因为神韵表现的是真正的传统文化精髓，表现的是没有共产党以前的传统中国是什么样，人民是什么样。那东西方观众看了之后就会发现了，原来传统的中国是有辉煌灿烂的文明跟艺术成就，那传统社会的人原来是那么淳朴善良彬彬有礼，就很像台湾人民那样子，跟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几乎是两个世界。那换言之，是共产党的统治把传统文化跟中国人民给败坏了。我们中国人在外面表现的并不是很好，都是一些负面的。然后这些传统的文化最基本能够让西方人知道，哇，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好的一面，这是我们中国的精髓，对，值得去尊重。因此中共才会对神韵这么恐惧，这么惴惴不安，甚至呢想方设法的用炸弹恐吓剧院，还利用《纽约时报》等等媒体呢对神韵进行跨国的抹黑和跨国镇压。那这一点正好呼应了推背图预言的神韵会让中共闹乱君臣百万般。其实还有一个人也预见了神韵，就是现在最红的英国预言家帕克。帕克在2025年2月观赏了神韵。他说其实他梦过好几次神韵他在梦里头很艰难地走在一片泥泞的土地上，最后发现了一座木屋。他走进屋内，就看到一场壮丽的舞蹈表演，叫做花之舞，而中国的老子就在现场。老子告诉帕克说，这就是中国的未来。帕克看完神韵后说神韵演出有很强大的能量，现场呢就跟他梦境中看到的是一模一样，所以会不会就像帕克梦里见到的，神韵就是中国的未来呢？那是不是就像推背图预言的，神韵到中国演出的时候就会朝中日渐安呢？那这些预言的谜底就等待您亲自到神韵剧院去一探究竟了。那以上呢都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很有限的见解因为神韵的内涵是非常的博大，只有您亲自去现场看才会有更多奥妙的收获。好，那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